现在几点？这么早？怎样啦？你是谁？我是宝宝，来找爸长。他还在睡，下午再来。喂你，我自己叫他。这人怎么那么没礼貌？你在看哪里啊？你在看？我叫蚂蚱把你眼睛挖出来。谁是保罗？我不认识这个人。找人有这么早的吗？叫他滚蛋！他就是保罗啦。爸长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打电话给你，传简讯给你，你不接又不回，怎么样？放牛吃草？我昨天晚上喝多了，什么都不知道。他到底是谁啊？敢用这种态度跟你说话？我是从美国调查局 FBI 回来的，特地回来调查爸长的犯罪事证。你是他的关系人，你也跑不掉。我只是蚂蚱的女朋友而已啦，他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，跟我无关。行了，你闭嘴。没你的事，回房间去吧，我跟他聊聊。好了。你来我这里安全吗？有没有被人跟踪啊？你先去换个衣服，咱们去外面谈。我不想让外人知道。我在月底的时候会离开。安全吗？据我了解，现在渔港的限制还是很严。我要离开的时候，他们答应我会松懈一点。他们是谁？可靠吗？这你不用管。我想知道的是，我要你放假消息出去，说我会从林边离开，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去做？不好意思，阿 Sir， 我最近事情多了点。多，女人多嘛，忙着跟女人上床。也没那么多。就你刚才看到那个，爸长，你有多少女人那是你家的事情，但消息要是早点放出去，东北角就不会那么紧张。我知道了，我立刻派人去办，一有进展随时通知你。不用，我去找你。还有，你之后不要再出现我现在住的地方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还没有搞清楚谁来找我之前，我说会动手。爸长，如果你想成为我手下冤魂，我跟砍。还有，你小心一点，特搜队没有这么好惹，他们一旦盯上你，就是你麻烦的开始。所以，请你低调一点。是吗？关于周太太过世的事情，我们深感遗憾，请节哀。我实在想不通，慧珍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傻事。案发前，周太太有任何异状吗？我想了一整晚，慧珍为什么会这样？她没有什么异状，就跟平常一样。这事情来得太突然，我实在是没办法接受。他有说要去看爸爸妈妈，想去陪爸爸妈妈住几天，然后警方就传来这样的噩耗。吕慧珍为什么不住家里，要回家住？她的娘家也在台北，看完父母应该就可以回家啦。学姐，学姐，
有什么问题吗？周太太回娘家住多久1个多礼拜吧。都没有回家吗？没有哎，可是过程中我们有通电话，我有问他什么时候回来。是不是爸妈身体比较不好，需要人家照顾？如果不是，那为什么他要回娘家住那么久？我不是很清楚。周董事长，你不是他的先生吗？你怎么会什么都不清楚？还是你们夫妻有什么状况？状况，如果要认真计较的话，他都会抱怨我没时间陪他。说谎，一定有什么状况。一飞葛亮，你们有什么问题吗？他最近有和什么人接触，或和什么样的人来往吗？通常早上我出门的时候，他还在家。我回到家一定见得到他的人。他是很宅的，不太到处乱跑，也不太逛百货公司。至于他的交友情况，我是不太清楚的。周先生，法医检验出周太太慧珍的胃中有毒品残留。毒品？慧珍不可能吸毒啊！这是法医的报告，是否方便让我们到府上了解一下？到我家做什么？慧珍不可能吸毒，不可能！你们想去我家搜看看有没有毒品是吗？我们只想厘清案情。慧珍都死了，你们还在怀疑她有没有吸毒？我没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实，我也无法配合。你有没有想过，这样对慧珍是2次的伤害，对我的名声也会有很大的影响？周先生，好了，我还要忙慧珍的后事。如果没有什么事的话，不要打扰我。学姐，你问案的方式改变了。有吗？你会去问他们夫妻的感情，是不是想说他们夫妻有摩擦，然后吕慧珍想不开自杀？其实的问题很简单啊，你就打听一下他们家人就晓得了。你这样子问周亮颖，他打死都不会承认他们夫妻俩感情有问题。我只是要试探他有没有说谎。学姐，他先生如果不配合，我们很难找到证据。按理说，他会想要知道李慧珍为什么会吸毒，也会想要知道他太太为什么会自杀吧？他刚刚说了嘛，他要保护太太和自己的名誉，毕竟这样的丑闻也不想传出去嘛。那你们打算从什么线索开始查起？我刚查他们夫妻的财务状况，吕慧珍过年前异常提领了300万，案发前1个礼拜还把自己所有的存款都提了出来，大约100多万。买个毒咖啡应该也不用花那么多钱吧？对啊，买什么东西要花这么多钱？而且以他的财力，刷卡就好了，为什么要用现金？对了，小袁跟芷瑜呢？哦，昨天小袁已经调阅出通联记录，列了几个对样的对象，他们出去查访了。啊，还有外传徐炳耀要从屏东的林边出海。屏东？之前霸总的手下不是出现在东北角吗？也许只是放风声。我再去渔港了解一下，顺便去查一下是谁把风声弄出来。好，一飞，我跟你去渔港。OK。贺志汉先生吗？你们是警察？你在游泳池工作？哦，对，还有在健身房担任教练。你认识吕慧珍吗？认识啊，她是我一个学员。哦，不过她很多天没有来了。吕慧珍女士昨天自杀过世了。
不好意思。那他是怎么死的？目前还在侦查中，侦查不公开。那他的死跟我有什么关系？他传讯息问你说该怎么办，是怎么回事？还好，我们在电话里没有多说什么。何教练，何教练，哦，我在想他问了什么。吕慧珍好像遇到什么问题。什么问题？他就欲言又止的，讲话又不清不楚的。然后在电话里面我也不方便多问他什么，后来一忙就没有再追问这件事情了。那他平常上课状况怎么样？有没有什么哪里异常？没有啊，都很正常啊。他很喜欢游泳。你都没有听过他说什么吗？我只是一个教练而已，学员的私事我们不会知道，除非他们自己说。你可以接，没关系。不好意思，公司在催上课。不好意思，耽误你的时间。那我可以走了吗？后续如果你有想到什么，随时提供给警方。你可以离开了。好，没问题。你觉得他有说实话吗？眼神闪烁，支支吾吾，肯定有鬼。明明通联记录上显示他跟吕慧珍经常联系，他一问三不知。所以你觉得这个人很有问题咯？你不能说他很有问题，有些人就是知道什么，他也不一定会讲。你不是很厉害的骇客，你可以查一下啊。昨天晚上你们两个怎么没有回宿舍？我跟逸飞去学姐家喝红酒。学姐家？那你更应该要找我啊。还好你没去。昨天许逸飞整晚都神经兮兮的。他怎么了？他一直说学姐家的大镜子里面出现奇怪的人，而且那个人还是跳楼的吕慧珍哎。跳楼的吕慧珍？那他还是人吗？就是说啊，我还陪他下去确认，他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我是觉得应该是他眼花看错啦，不过搞得我也神经兮兮的，整晚也没睡。不过就像葛亮说的，宁可信其有。学姐应该有去拜拜吧？没有，他又不信这个。那不行，我一定要带学姐去拜拜。这附近都没有人看过徐炳耀，难道他真的往那边去了？很难讲。徐炳耀当过警察，他很清楚我们侦办的方法和方向。我们可能要到附近查访一下。啊，对，昨天你带小圆去哪里拜拜啊？怎么了吗？没有啊，就想问说小圆拜完昨晚的情况如何？他睡得跟猪一样，一觉到天亮。哦，那很好，那你带我去，我也需要睡得像猪一样。啊！对，你刚说什么？拜拜？对啊。这种话不会像是你嘴巴讲出来的。队上的队长、学姐还有你，你们三个铁齿帮的，你要拜拜？你在跟我开玩笑吗？这有什么好笑的？哎，不是嘛，你至少也给我个理由，否则我很难说服自己啊。没有啊，就加减拜嘛，不错啊。刚进来的路口不是有个土地公吗？你就去那边加减拜一下吧。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要随便拜吗？那我们就随便一点啊，干嘛要我特别带你去拜拜啊？
走了啦，热死了。等一下，你又要干嘛呀？你会守口如瓶，什么意思啊？就是如果我跟你说了，结果别人知道了，那我打死你。那你千万不要跟我说，我还想活久一点。哎，等一下，我不想听也不行吗？你发誓，我发誓。正经一点。我帅可亮，对天发誓，守口如瓶。好，走。哎，说出去的人是猪哦。什么意思啊？我跟你说，拜拜这种东西呢，要心非常的虔诚的去面对这个神。不要靠其他人开玩笑。请喝茶。不好意思，霸长他还没回来。没关系，我可以等一下。保罗先生，你真的是从美国调查局 FBI 回来的吗？霸长没有跟你说？有啊，他有吩咐我，叫我不要惹你，对你有礼貌一点。我从来没有看过他这么尊敬一个人欸。那你还有什么问题？我查了一下 CIA、FBI， 都是美国很厉害的单位。我是想说，请你帮我个忙。帮忙？帮我调查一个人。我没有这么多美国时间，你以为我很闲？我不会让你做白工的。我问过征信社了，调查一个人差不多10到20万。美国 FBI 就只值20万。那你要多少钱才肯帮我？你可以找征信社啊，何必找我？其实这件事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，包括霸长。不给霸长知道？你不说，我不说，这是条件，只有我们2个知道。被霸长知道对我也不好。哼，跑路也是需要钱的。可以吗？我不知道你要调查谁，调查什么事，但就这么一点钱，我恐怕没有办法接受。不然50万。50万？出手真阔绰。怎么样？好吧，谁叫你是霸长的女人？但是不能让他知道哦。我知道，我们团队有一个专门在负责这样的单位。通常我们任务都是10万美金起跳。10万美金？那是多少？既然我已经答应你了，但就我自己跑你这个案子，这样比较能达成保密的工作。那就是成交喽。我可以先付1半定金给你，事成之后全部付清。我有条件：1，交易都是现金；2，用你的身份办一只手机给我；为什么？3，我做什么事情不要问为什么。最后，我联络你，你不能够联络我。刚警察还找过我问话，上网查了一下，新闻写自杀。既然是自杀，是他自己的选择，就跟我们无关了吧？我也是这么觉得，自杀与我们无关。但是警方会找上我，不晓得他们知道些什么，是不是查到一些不利我们的线索？哎呀，你放心啦，我们刑侦片看那么多了，应该可以应付吧？没错，先不要自己吓自己。而且你不是有说，跟吕慧珍联系的时候，不要在电话里面讲太多，就不会留下资料了。是啊，所以不管他是打电话过来，或者发简讯过来，我都说见面再聊，应该没留下什么证据才对。那吕慧珍最后跟你见面到底说了什么？怎么会想不开啊？我发现我老公在外面有小三，
而且是个小三，竟然是他的秘书。可我平常把他当自己家人、自己妹妹，我现在真的恨不得把他碎尸万段。你要对付小三啊，那不就代表你心里满满都是你老公？哪有？我现在打算跟他摊牌，我要跟他离婚，而且这样我们两个才可以永远在一起啊！这钱你先拿着吧。怎么了？有人传我们在某天外面亲密的照片给我看，这案怎么办啊？是谁在跟拍我们？这如果被我老公知道，事情就糟糕了。我虽然打算跟他摊牌，但是这些照片也不能先给他看到啊。喂，300万，我没有那么多钱。没钱，那只要把照片交给你老公，我看你怎么跟他解释。上市公司的老板，钱应该给的更多吧？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好不好？我来处理。这个吕慧珍也真是的，她不是贵妇吗？才拿她60万，有必要去自杀吗？总之，如果警察找上你的话，你打死都要说什么都不知道。我知道怎么应付的。还有，你最近跟拍的那些照片啊，全部拷贝到随身碟给我，手机的原始档案删除，手机不要留下任何资料，比较安全。好，我回去整理一下，再全部拿给你。啊，还有，以后我们联系的时候，你我知道，什么事情都见面讲。不要在电话里面说。好。讯号是从这里发出来的，没有错。子云，你看一下。威胁吕慧珍的公共电话编号是这台吗？没错。刚刚沿路走来，附近也没有监视器，很显然歹徒是清楚这一点的。我们再去附近寻一下，看看有什么迹证。吕慧珍跟先生也没有任何纠纷，为什么会提领这么多钱？投资做生意，还是借给人家？借给谁呢？这也要等通联的译文出来，才能知道是怎么回事。他为什么出现在我家？为什么出现在我面前？难道他知道我看得见他？他为什么要在他娘家跳楼呢？如果他有冤屈，想要我帮忙，那应该是哭丧着脸。但他为什么会微笑地看着我？李淑静，你遇到这样案子的时候，你会怎么处理？你的 SOP 是什么？
有徐炳耀的消息吗？没有，在渔港没有查到任何消息。附近的商家跟渔夫也没有看到徐炳耀的出现。葛亮，你去查一下吕慧珍提领的现金去哪里了。好。一菲，你跟我出去一趟。哦，好。对了，昨天的事情我还来不及问你。怎么了？还有后续哦？哪有什么后续？刚刚我拜托葛亮带我去拜拜了，我觉得你应该也要去拜一下。我？我又看不到，干嘛拜啊？要是你心里平安最重要。学姐，你真的相信我看得到那些东西哦？我相信啊。我们是讲求科学办案呢，你怎么可能会相信？敷衍我。你看到那边那个树了吗？看到了。树叶在动，树枝也在动。那是风吹的。那你看到风了吗？风怎么可能看得到啦？那就对啦。风我们看不到，但不代表它不存在吧？那种东西我们也看不到，也不代表它就不存在啊。是这样说没错啦，但是为什么只有我看得到，你们都看不到啊？他看你的时候有很痛苦、很狰狞吗？没有啊，就很正常一样。或许他真的需要你的帮忙吧。走吧。啊？去哪？有什么发现？这里的鞋印没有很凌乱，清楚的也只有一个人的鞋印，应该是吕慧珍跳楼前所留下来的。还有呢？哦，学姐，我是不是遗漏什么？你要不要直接跟我说？你不要让我猜了。哦，没有啊，你分析得很好，干嘛对自己没自信？因为呢，如果是他杀，那么要推一个人下楼，这里的鞋印肯定会非常凌乱，而且很多。你们好，我是吕慧珍的哥哥吕慧明。吕先生您好，我们是特搜队的警官，关于吕慧珍坠楼的事情，有些事情需要请教你。人都死了，检方也以自杀结案，你们是还有什么好问的？吕先生，请节哀。我们想请问一下，你知道吕慧珍为什么会自杀吗？事情发生这么突然，我怎么会知道？我们只是想要厘清一些事情，你难道不想知道他是为什么自杀吗？当然想知道，人总不能死得不明不白，连封遗书也没有。我们是来帮忙家属的，所以麻烦你配合一下。好，我有知道什么，会尽量跟你们说。吕慧珍她为什么会搬回家住？跟我妹婿有些争执，夫妻嘛，哪有不吵架的？为了点小事，就赌气搬回来了。他有说要去看爸爸妈妈，想去陪爸爸妈妈住几天，然后警方就传来这样的噩耗。他们是为了什么事情争执呢？我听她说，是因为她的老公亮颖有外遇。男人嘛，事业做大了，难免会有女人主动的投怀送抱，这很正常的。想不到，既然为了这种小事而吵架，然后还跑回了娘家。丈夫外遇怎么会是小事？而且你是他哥哥哎，你怎么反而来责怪你妹妹啊？这话可不是我说的，连我爸妈也这么认为，觉得是妹妹有错在先。妹妹做错什么了？爸爸说妹妹做得不好，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，所以丈夫才会外遇。我们家里的人也希望他们和好，所以这段时间都在劝慧珍赶快回去跟亮颖好好的聊聊，好好沟通。
所以吕慧珍因为想不开，然后选择自杀。她没那么脆弱，夫妻吵架也不是第一次了。就我所了解，令慧珍超凡的事情，应该不止这些。她是为了钱。钱？怎么说？她前几天开口跟我借了200万，当时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的钱，她借不到钱，就跟我发脾气了。借200万做什么用途？难道跟她先生的生意有关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妹婿的生意一向很稳定，公司的股票还涨了不少，且妹婿的家里非常的富裕，不缺这种小钱啊。吕慧珍这次回家有带很多她的随身物品吗？不多，1个提袋。这么确定？是的，因为爸爸妈妈担心她会住太久，影响到夫妻的感情，有特别注意了一下。就1个提袋，那吕慧珍打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在娘家住太久。吕先生，我们方便去你们家看那个提袋吗？那个提袋说不定会为我们带来一些线索。现在不太方便了，毕竟爸妈对于慧珍的死，到现在还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噩耗。我担心你们到了家里，会刺激到他们。那可否跟你拿个提袋，我们看完就归还？可以，稍等一下。听起来应该跟钱有关。吕慧珍她为钱而烦恼。霸掌跟徐炳耀之间存在着很多利益，如果霸掌也窝藏了徐炳耀，这不是不可能。资料上面说，霸掌跟徐炳耀之间有不明的巨额金流来往，警方也曾经介入调查，结果怎么样？我和徐炳耀的同仁打听过了，徐炳耀和霸掌以前在金钱上面的往来确实有些问题。但是那是几年前的事，最近就没有了。几年前？什么时候？仔细推算的话，应该是徐炳耀还在侦三队的时候，在他加入缉毒队之前，那个时候他是负责抓走私的。这么说，霸掌也在徐炳耀的协助之下，当时赚了不少钱啊。没错，当时呢，警方还查了霸掌的银行账户。还真的赚了不少。霸掌被捕入狱服刑出来之后，就没再做走私了。霸掌被捕，应该就是徐炳耀转调到缉毒所的时候吧？是啊，徐炳耀转到缉毒队之后表现得更好，连续在港口破获好几起的毒品案，这个升职啊就像搭电梯一样，没过多久就变成缉毒队队长喽。把霸掌的地址给我，我出去一下。队长，还是霸掌交给我来查吧。我只是去看看状况。队长，队长，队长走这么急是要去哪里？他去找霸掌啊。哎，徐飞，你又乱买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吕慧珍的遗物。葛亮，你也一起来吧。都没有毒品的反应，会不会吕慧珍的毒品是别人给的？有可能，否则随行衣物里面不可能都验不到毒品的反应。
哎，你们几在会吃什么？我们在检查吕慧珍的遗物有没有毒品的反应。你们去申请吕慧珍的通联译文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走吧。吕慧珍的通联译文内容里确实有几通勒索电话，对方向吕慧珍勒索了2次，每次各300万。吕慧珍还曾经在电话里跟歹徒起了争执。依时间看来，一次是过年前，一次是案发前。这么说来，时间就吻合朝银行提领大额现钞的时间了。拿什么勒索呢？照片，双方都有提到，如果不想让照片曝光的话，就拿钱来交换。是什么样的照片这么值钱啊？不是很清楚，但吕慧珍似乎很害怕对方把照片传给她丈夫。肯定是不雅的照片。难道吕慧珍外遇吗？外遇的是她老公。啊？吕慧珍她哥说的。你们不是有去找跟吕慧珍有通联记录的人吗？那些人都是借钱给吕慧珍的人，看起来没什么问题。这么肯定？没错，勒索的人都是用同一个公用电话打，而且他是有预谋的。他专门找附近没有监视器的公用电话。哇，那个勒索的人要找出来，难度蛮高的哦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查一下吕慧珍的丈夫周亮颖的财务状况吧。如果周亮颖有外遇，那就调他的通联记录。我觉得应该先把所有的情资都重整一遍，针对毒品的来源去追查。如果吕慧珍从银行提领那么多钱，应该会有记录吧？借我来。他出了银行之后往哪个方向去？我把全部的监视录影画面都查一遍。好，工作吧。商家确定看过霸场，那应该是住这附近。走，东西拿，别收起来，把这些吃的带过去。那东西要送给谁吃啊？不要问这么多，你就记得把东西放在路口，不要送进去。那谁会出来拿？要是不见的话，跟你说怎么做就怎么做嘛。你怎么废话这么多啊？到时候你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。泡面、饮料、酒，霸掌买的这些东西，他跟他的手下平时应该都不会吃的。是特搜队的侦防车，怎么会出现在这？
东西放在路边，难不成是有人会过来拿？特搜队这么快就查到这里了，难道已经暴露行踪了？小姐，我已经拿到了银行的监视器画面了。结果呢？李慧珍确定是一个人去提款的，她最后一次离开银行的方向是出了大门后往右转。我已经请当地的里长帮忙调阅沿路的监视器画面。不过每个地方的监视器画面保留时间都不同，所以在调查上可能需要一些时间。那可以保留多久？我的身体仍